中秋宫宴上，我被推出来给暴君献艺。正当我想进一杯酒蒙混过关时，却突然听到了暴君霍野的心声。有敬酒是吧？每个妃子都来敬酒，我一整晚连饭都没吃，就喝了10几杯酒。你们怎么不喝死我？迟早把后宫这些人都砍了。我手一抖，吓得酒都洒了大半，立马将酒杯换成了我带来的食匣。妾不善歌舞，唯善这一手厨艺。这一碗酒糟汤圆暖身，还请皇上享用。霍野跟前的大太监接了眼色，上前接过食匣，用银针试了毒，才端到霍野跟前。皇上，请用。霍野冷峻的眉眼在那碗热气腾腾的酒糟汤圆上扫了一眼，慢吞吞抬手，瞧着不太情愿的模样。我还站着垂手等待皇上发话，就听于嫔的讥笑声响起：宫中有御膳房伺候皇上饮食，江选氏拿这些破烂出来，岂不是班门弄斧？宴席间随即稀稀拉拉的笑声响起，一个个看向我的目光格外针对。霍野后宫嫔妃众多，个个家世显赫，唯独我一个是靠脸进来的，偏偏霍野又忧心前朝，压根不踏足后宫。这些贵人娘娘憋疯了，合伙选出了一个倒霉鬼专门欺负我，就是这个倒霉鬼。今日未在皇上面前露脸，众嫔妃都使出了18般武艺，可都没能叫霍野另眼相待，自己没得着好，他们也只希望我下场更惨。可要不是听见了霍野的心声，我还真就信了。是的，这是进嘴热乎乎，需要嚼才能咽下去的食物。原来世界上还有热乎饭，那我吃的御膳房那些冷了的白粥青菜算什么？仙，这手艺可比御膳房强多了。满宫这么多人，就这一个有眼力见，知道给我送吃的，他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记得宫里还有江选氏这号人？我原地站着，只感觉耳朵快炸开花了。我强忍着抬头的欲望，眉心拧成一团。这皇上话怎么这么多啊？上课。霍野浅尝了一口酒糟汤圆，依旧眉眼冷冽，放下勺子，给了个中规中矩的评价：谢皇上。我俯身行礼，心里却嘀咕：还装呢，上课。也不知道刚才是谁在心里先。自打川叔来这，我是吃不好睡不好，好在我有一手好厨艺，每个月的俸禄都拿去小厨房喂养自己的肚子。我知道今天宫宴肯定没法敞开了吃，特意做了一碗料足足的酒糟汤圆，结果都进皇上的肚子了。江选氏坐朕身边来。地下还低声窃笑时，霍野一句话开口，瞬时让整个宴席鸦雀无声。我看了看霍野左侧坐着的嘉贵妃，这会儿满脑子问号：我的酒糟汤圆已经好吃到能让自己和宠妃有同样的待遇了吗？可皇上开口，我不敢质疑，只能硬着头皮在一众愤恨的目光注视下，缓缓坐在霍野右侧。下面的众嫔妃恨得牙都快咬碎了，早知道送碗汤圆能让皇上看中，他们又何必苦练几个月的才艺？闷葫芦。我正拘束坐着，又听霍野心声冷漠响起：闷葫芦，说的是我吗？我瞧瞧正在霍野跟前叽喳逗笑、花枝乱颤的嘉贵妃，头低得更深了。闷葫芦就闷葫芦吧，我又没有在外征战的将军爹爹，哪有胆子在皇上跟前逗笑？虽然穿书不久，可从前我也没少看宫斗剧。像我这种没有才艺、不得圣宠，还没有身家背景的，一旦在人前露脸，那只能沦为炮灰，早早下线。我可还想多活些日子。下面又开始轮番献艺了。不过这会儿正在起舞的叶荣华倒是大胆标新，一身西域衣服，舞姿婀娜，身上大片雪白的肌肤明晃晃露在外面，酥胸香软，看得我一个女人都忍不住想买一买。我心里又忍不住嘀咕：这皇上该不会是不喜欢女人吧？自打川叔进来，就没见霍野翻过牌子。正纳闷的时候，脑子里沉闷嘶哑的声音又响起了：真大，好沉。我猛地被晃了一下，还当是皇上开窍，打算临幸叶荣华了。可一转头，我却发现霍野正直勾勾盯着面前那盘螃蟹。九五之尊，一国之君，霍野这会儿看螃蟹的眼神，就跟眼馋邻国领土似的，极具侵略性。好久没吃过螃蟹了，王德贵就不能有点眼力见，给我剥个螃蟹吃吗？王德贵是伺候了霍野几年的太监总管，日常起居饮食都是经由他手。我眼睁睁看着霍野目光愤恨，心里只叹皇上可怜，当个皇上整天被人盯着，大庭广众又不能亲自下场磕螃蟹，这皇上当的确实不舒坦。叶妹妹这舞有趣倒是有趣，但依着暴露，实在上不得台面。一舞过后，嘉贵妃率先贬了一通叶荣华的舞。如今他们都争抢着当第一个侍寝的嫔妃，平时再怎么装姐妹情深，到了这会儿都得打破头。嘉贵妃一把挽住霍野的手臂，硬是不许他的眼神在叶荣华身上多留。皇上今夜还没怎么用膳呢，这空心菜滋味不错，皇上快尝尝。说着，嘉贵妃往霍野盘中加了几根菜。宫中膳食向来清淡，尤其到了皇上这，未免扰乱心智，荤腥油腻那是从来不能上的。我不想吃菜，现在看见绿的就头疼。朕贵为九五之尊，难道连吃肉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中秋端上来的这几个螃蟹都是摆设吗？我螃蟹呢？霍野一转眼就见盘子里的螃蟹少了几只，下一刻，一只素白细手伸来，雪白蟹肉与橘红蟹膏被剥得干净，一起盛在蟹壳里，还带着热气的蟹肉香气十足。我也是费了些力气，才用蟹八件剔好了蟹肉。要换成是我直接上嘴啃了。皇上请用。我毕恭毕敬递上蟹壳，眉眼恭敬，不带一丝谄媚讨好。
我倒是没有别人那些争宠讨好的心思，只是听见霍野的心声，单纯觉得他有些惨。此外就是想着皇上心情好了，能不能把我调离锦华宫，别再让我整天受于嫔的气了。王德贵，亏你跟朕这么多年，还不如一个选士有眼力见，还不赶快多拨几个，这一个能够朕吃吗？我将他的心声听得真真切切，可接过蟹壳时，霍野依旧是一脸平静，棱角分明的容颜不带喜怒，挑起蟹肉动作优雅缓慢，丝毫没有他心声的愉悦劲。存心讨好，魅惑不端。嘉贵妃见自己家的空心菜被冷落了，气得咬牙切齿。我默不作声，又开始为霍野剥剩下的蟹了。反正以我的位分，这种东西还落不到我的嘴里。等宫宴结束后，缩缩手指也比干看着强。霍野吃得慢，他吃一只蟹的功夫，我已经又剥好了3只。吃得这么慢，谁能看得出来他爱吃？难怪王总管不给他剥蟹呢。霍野刚要拿第2只蟹时，王德贵才终于活过来似的，急忙上前劝阻。皇上，蟹性寒凉，不可多食啊。只一句，霍野便抽回了手，再没往蟹上多看一眼。我低头揉着自己已经红肿的手指，脑子里又炸了。早晚砍了王德贵，帝王是不能被人猜出血，那也不能让我饿肚子。江选士都剥好3只蟹了，等会儿也不知道要进谁的肚子。宫宴接近尾声，时辰也近亥时了，我早困得睁不开眼，死死攥着自己的衣袖。刚才趁人不注意，我已经将3只蟹都塞进袖里了。穿书3个月，今天回宫总算能吃点好的了。皇上，太后娘娘吩咐了，今夜您得翻牌子了。王德贵拖着木盘上前，上头罗列了10几20个绿头牌。霍野登基3年，除了前朝重臣塞来的亲眷，此外还有一次选秀，后宫也算充盈。可霍野以刚登基地位不稳为由，整日宿在御书房，愣没一个嫔妃见过霍野的寝袍长什么样。太后虽非霍野生母，但也为江山社稷绵延后嗣着想，今夜更是直接将翻牌子这事摆到了明面上。稍后再议，回宫。霍野一脸的不耐烦，起身挥袖便走。刚才还翘首期盼能被翻牌子的嫔妃，瞬间又冷了脸色，满面失望。他们可都是青春妙龄被选进宫的，荣华富贵是有了，可守活寡怎么成啊？小昭，快给我揉揉腰，累死了。我一回自己的西侧殿，就连吵带嚷的叫我的陪嫁过来伺候。小昭是原主从江南家里带来的陪嫁丫头，不聪明，但胜在忠心。来了，怎么给小主累成这样？我位分低，倒数第2的那种低，今夜去宫宴连带丫鬟的资格都没有。小昭自然不知道我在皇上身边做了一个时辰没敢挪屁股的事，可小昭的手还没搭到我身上，殿门就被人踹开了。江选师，于嫔娘娘有请。来人是于嫔的大宫女翠英，她摆着一脸高傲看向我，仿佛她才是主子似的。小昭气得跳脚，主子的寝殿，你怎么说闯就闯吗？我瘪瘪嘴，把小昭拉到自己身后。我看的宫斗剧多了，自然知道不得宠的地位嫔妃在奴才眼里压根算不得主子。我也猜得出于嫔叫我必定没什么好事，不过是因为今夜宫宴我坐在霍野身边了呗。1刻钟后我就跪在了锦华宫正殿的地毯上，好在有地毯隔着膝盖也不算太痛。江选师，你可知今日错在何处？于嫔坐在主位，高高在上，逆着清汤寡水，也掩不住秀色可餐的我。越想越气，明明她将江选师的用度扣了大半，钗环衣裙都这么素，怎么还是被皇上瞧见提在身边了？妾不知，请于嫔娘娘指点。于嫔冷喝一声，你自然是错在争宠妹上，不知检点。我拿出打工人应有的卑微恭敬。于嫔娘娘教训的是，可我心里不服。我送碗汤圆包个螃蟹，怎么就叫争宠妹上了？他们没眼力见，不知道皇上饿肚子，自己送点吃的都砸他们眼球。既然知错，那就在殿外跪上整夜，好好反省。整夜啊！我不情不愿，可还是耷拉着脸答应。我非得找机会搬出锦华宫不可。可没等我起身挪到殿外罚跪，内务府的太监急匆匆闯了进来。江小主不在自己店里，怎么跑于嫔娘娘这儿了？可叫奴才好找啊！小主大喜，今夜皇上传小主侍寝呢。啊，侍寝！我的脑子轰隆一声炸成碎片。转头的同时也对上了于嫔满是记恨的目光。送个汤圆都是争宠妹上，这要是侍寝回来，我还不得背个祸乱后宫的黑锅？小主，快别耽搁了，皇上那边正催着呢。小太监又是催促，我这才起身，大脑一片空白的跟着他往外走。我只是想离开锦华宫，自己一个住得远远的，远离是非。皇上都3年没踏足后宫了，印一碗汤圆宣我侍寝是不是不大对劲啊？都走到一半了，我才猛地想起，不对啊，我没沐浴更衣，侍寝更没上凤鸾春恩车。皇上第一次召幸嫔妃这么随便吗？路上小太监跟着解释，小主心里也别有疙瘩，今夜是急了些，可您也是独一份的恩宠不是？奴才给您提个醒，皇上心情不大好，您说话办事都小心着些。小太监吞着口水，看着我这小身板，隐隐有些担心。今夜皇上到底没能拗得过太后。内务府的牌子看了一遍，最后点名只要江选侍。要知道从前于嫔使了银子，特意撤了我的绿头牌，
只不过今夜过后，江选氏也不知是一鸣惊人，还是打入冷宫。毕竟皇上这会儿的确不孕，平时皇上脾气就不好，虽不至于打杀奴才，但动起怒来砸些东西，踹上一脚也是有的。江选氏这身子，估计连皇上半脚都挨不住是。是，谢公公提点。我进了养心殿，脑子依旧昏昏沉沉的，没能清醒。既然来了，还愣在那儿做什么？直到霍爷低声开口，我才挪着沉重的脚步垂头上前。烦死了，整天就知道翻牌子翻牌子，我连肚子都吃不饱，哪有力气给太后生孙子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不当男人也罢。我是没晋升，江选氏给镇主汤圆拨旁见人倒是不错，还是让找个借口让于平来把他领走吧。这实在没劲，只能对不住你了。没等听完，我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眼珠里都盛满了惊慌。皇上，您不想召幸嫔妃，也不能这么耍我玩啊！这会儿于嫔正把我当眼中钉、肉中刺呢，要是被于嫔带回去，我以后怕是连去小厨房开火做饭的钱都没有。皇上恕罪，妾今日来得急，未曾沐浴梳妆，不敢乌龙言圣听，不如妾只为皇上揉肩捶腿，伺候您休息吧。我揣着一颗砰砰乱跳的小心脏，胆子都快吓破了。我只知道，今夜要是真回了锦华宫，肯定不止罚跪整晚那么简单。我倒也没打算侍寝，但就算只在皇上这混一晚，混成个第一个侍寝的嫔妃，以后日子肯定能好过些。这江选氏还算识趣，但朕饿得慌，实在不想再跟女人闲扯，还是赶走算了。听见霍爷心声，我牙一咬，眼一闭，掏出自己藏在袖间半个钟头的3只蟹。妾今日从宫宴上带回一些玩意，不知皇上可否感兴趣？当我亮出那3只蟹的时候，霍爷的双目都肉眼可见的亮了。螃蟹，江选氏将螃蟹带回来了，还是剥好的，这还用问吗？傻跪在那儿做什么？不给朕递过来，难道是等朕过去拿吗？我听得直头疼。皇上，您压根没说话，我哪知道您要不要啊？您平时就这么一声不吭，哪个奴才能知道您的意思？我递上3只蟹，看着霍爷吃得慢条斯理，唯独脑子里的声音炸开锅了。蟹性寒凉怎么了？朕就是要吃，朕一口气全吃完，气死王德贵。可惜只有3只蟹，肚子还是没饱，但也比刚才强多了。满宫这么多人，就一个江选氏，知道给朕投食，改天全砍了。这已经是我不知道第几次听见霍爷想把宫里这些人砍了。虽然知道霍爷可能只是在说气话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害怕。毕竟这是皇上，我只是末流的不能再末的小选氏，又没当将军的爹给我撑腰。要是不尽心伺候好，别说安生混日子了，保命都够呛。霍爷这会儿已经吃完了，蟹壳被丢在一旁，正摊着双手搭在膝上。江选氏是瞎了吗？不知道给朕擦手，等会儿就把他赶出去。我的小心肝都快颤成一团了，藏了那么久的蟹，一口都没舍得吃，全让皇上吃了。他怎么掀桌不认人，还要将我赶走呢？我急忙端来水盆，伺候着霍爷洗了手，又用帕子擦得干干净净，才敢胆战心惊抬头。那妾伺候皇上睡下，便在外殿的小榻上歇下了。赶在霍爷开口赶我之前，我就先提出一个解决办法。江选氏不想侍寝，他在宫里有相好的了。这句心声险些让我直接晕过去。侍寝不行，不侍寝也不行。皇上您要杀人也得给个痛快话。皇上今日正是疲累，宫宴上又饮了不少酒，妾身份微贱，不敢扰龙体圣安。我只觉得自己卑微至极，甚至不如前世当牛做马的打工人。毕竟在皇宫里出岔子，那是真丢命啊！在霍爷灼热的目光注视下，我硬着头皮撑了许久，才等到他发话。那便去外殿歇下吧，今夜之事不许对外人提起。我大松一口气，立马跪下谢恩。皇上放心，妾绝不多言半句。听了霍爷这么久心声，我哪能不知道他心里忌惮什么？无非是不想被太后知道，被他宣来侍寝的嫔妃，最后是在外殿睡下的。可转身刚走，我就听见脑子里的呢喃念叨：今天一口气吃了3只蟹，要是叫王德贵知道，太后那边又得唠叨。看江选氏也不像嘴上没把门的，他要是敢乱说，朕就在他嘴上缝个锁。我额头直冒冷汗。哦，感情皇上是担心吃蟹的事被太后知道啊。在外殿睡了整夜，我睡得并不安稳，一整晚下来，我脑子里的声音就没停下过，一会儿是喊饿，一会儿又是后宫这些女人真烦，要是能一起暴毙就好了。再就是那些大臣不弃，朕能死吗？整天喊百姓疾苦，朕自己也吃不饱啊。就这么折腾了整晚，我天不亮又爬起来，黑眼圈比熊猫差不了几分。在外面伺候梳洗的太监宫女进来之前，我就已经进了内殿伺候霍爷起身。皇上，时辰到了，该上朝了。如今中宫无主，除了每月1次去太后寝殿请安，我哪天不是睡到日上3竿才起？哦对，偶尔于嫔也要耍耍威风，一大早叫我跪着训话。上朝时辰早，我今天起的也就更早。将霍爷叫起来时，他凌厉的眉眼困倦，有一种看透人世的淡然。哈哈，又要饿着肚子上朝了，朕怎么还活着呢？我给他系着龙袍时，就听他近乎绝望的心声炸开。历代君王的规矩都是下朝之后再用早膳，早4点起床，直到8、9点才能吃上早饭。我光是想想都觉得惨。趁霍爷刚漱了口，我将外殿桌上的杏花糕偷偷撤下，
用手帕包了几块揣在手里。这本是打算今天偷偷带回宫当零嘴用的，毕竟养心殿的点心肯定比我宫里的强。但我刚看见霍野偷偷瞄了好几眼，碍于王德贵还在一旁伺候，压根儿没能动手。皇上，这朝珠似乎有些歪了。我侧身上前挡住王德贵的视线，就将手里包着杏花糕的帕子偷偷塞进霍野掌心里。早朝冗长，皇上记得保重龙体。我这句话来得没头没脑，可霍野捏到掌心酥酥软软的点心时，瞳孔肉眼可见的大了几分。这是什么？该不会是杏花糕吧？江选是你，颇得朕心呐。那些大臣最唠叨了，趁他们说废话的时候，偷偷吃上2口，今早也不用饿得双腿发软了。好耶！霍野突然欢悦起来的语气把我都吓了一跳。就是几块杏花糕都能让皇上高兴成这样，孩子之前得被饿成什么样啊？江选是敬为常在，赐号状，叫内务府多拨些赏赐过去。我的手刚抽回来，就听一个好消息砸到头上。虽说位分高了对我不算什么好事，但好在常在的位分依旧不高。重要的是有赏赐啊，有了赏赐以后的日子也就好过了。谢皇上。我喜不自胜，跪在地上谢恩时，唇角都止不住扬起。霍野动身去上朝时，盯着他的背影，我又听脑子里的声音响起来了。给他拨了赏赐，应该知道给朕送吃的过来吧？要是连这点眼力见都没有，今晚就把他的位分再降下去。我撇撇唇角，心里直嘀咕：这皇上满脑子就一个吃字。庄常在大喜，您可是皇上头一个临幸的嫔妃呢。王德贵是个懂进退的，看出霍野对我另眼相看，册封里还没办妥，立马就改了称呼。不过紧跟着一转头，王德贵看着外殿桌上空空的盘子，好奇地咦了一声：这杏花糕不是刚端进来的，怎么这就空了？我尴尬地舔舔唇，我方才有些饿了，就拿来填肚子了。王德贵虽疑惑，但也只笑着应和。庄常在好胃口，您若是喜欢，咱家就叫御膳房多送几盘过去。那劳烦王公公了。如今我虽不算宠妃，但好歹混成头一个侍寝的嫔妃，大总管上赶着巴结，这要是不识趣，等以后霍野对我没兴趣了，可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。今日回宫时，我是被轿辇抬回去的，途径旁的宫殿时，那一个个的眼神都恨不得将我活剥了似的。这会儿时辰还早，可我被敬为常在的事早就传了满宫。入宫3年，这些人也就将我当了3年软包子，搓磨了3年，他们一个个削尖了脑袋，想要争宠。可谁成想，最后爬上龙床的竟是他们最瞧不上的我。这才一夜就进了位分，还有了封号。要是让他在皇上跟前多露几回脸，哪还得了？锦华宫，于嫔一大早就被嘉贵妃叫过去呵斥了一通，内容无非就是她治下不严，连一个小小选侍也敢在皇上跟前露脸冒尖。这会儿于嫔坐在宫中，满脸阴沉，等着侍寝回来的我。嘉贵妃可是发话了，叫她好好管教我。常在将士给于嫔娘娘请安。我头次侍寝，按照规矩回宫是要立刻向主位娘娘请安的。这会儿我跪在地上，顶着于嫔那杀人似的眼神，怎么都觉得不对劲。我都进了位分，大小也是个有宠的嫔妃，于嫔该不会还想对付我吧？好你个江环，本宫竟没察觉，你还有这么一出狐妹子的本事。于嫔言重了，妾身不敢。我耷拉着脑袋，依旧大气不敢喘。我怎么感觉自己这位分进了，跟没进似的？翠英，去叫庄常再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于嫔咬着牙吩咐下去，就见翠英揉着手腕上来了。我一下浑身就跟筛子似的抖了起来。我虽然穿书只有3月，但脑子里继承了原主不少记忆。从前于嫔心情不好时，就会叫翠英打我撒气。我来了这之后，安分守己，虽然被扣了吃穿，偶尔罚跪，但要说挨打，我也没受过这委屈。没等翠英凑近，小昭就张开手臂，护犊子似的把我护起来了。于嫔娘娘慎重，我们庄常在晚些时候还要给皇上送吃食呢，到时候叫皇上看见，那可不好交代。我脑袋上冷汗直流，我明白小昭是出于好意，为了保护我，方才回宫路上，我跟小昭提了一嘴，今天要给皇上多准备些吃食，叫他听进心里了。但这傻丫头的话说出口，听着怎么那么像威胁呢？果不其然，下一秒于嫔就咬牙切齿地站起来了。你敢威胁本宫，侍寝一次就叫你惦记上了，竟还想着去皇上跟前显眼。于嫔左看右看，索性一把扯了翠英，自己带着2根繁重的护甲，啪啪一个耳光下去，我的脸颊瞬间红了一片。庄常在，既然得了宠幸就安分些，你这副模样还敢在皇上面前露脸？今日之事可是嘉贵妃吩咐下来的，你就是给天王老子送吃食，你也得给我忍着传令下去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江环不许踏出锦华宫一步。回到自己的西侧殿时，我只感觉天都快塌了。自己这趟假侍寝回来，似乎压根算不得好事啊。于嫔对我不知收敛也就罢了，现在嘉贵妃也记恨上我了，如今还不许我出锦华宫，那就更没法给皇上送吃的了。估计明天一早，我降位的处分也就到了。小昭着急忙慌给我脸上擦着药。小主别怕，您安心坐着吃食，等晚些奴婢出去送给皇上，一定帮您将皇上带过来。
处置于嫔那个赖有私刑的。小昭还信誓旦旦跟我拍着胸脯许诺，我缓缓扯住他的手。小昭，不用你做这些，答应我，以后别跟他们说话就行，有话让我来说。要不是这傻丫头出言威胁，没准我还能少挨一个巴掌。可看着小昭那泛红的眼圈，我愣是说不出一句责怪，还是怪自己没用。我要是位分高了，有权有势，小昭在外面骂天骂地也没人管得着。养心殿如山的奏折堆积，霍野从起初的精神缺缩到此刻已经目光空洞。早上我塞给他的那几枚杏花糕早就吃完了，早膳是一顿冷饭，午膳又是一顿白粥青菜，晚上也逃不过这些健康饮食。一想起今天的肚子又要遭殃，霍野的脸色就愈发难看。庄常再没来过吗？霍野瞧了瞧外头的天色，也快到了用晚膳的时候。这庄常在真是没一点眼力见，这么晚了也不知道给他送些吃的。一旁王德贵笑道：皇上若是想见庄常在，奴才为您去传就是了。不必了。霍野冷着脸回应，声音分明，比方才更渗人几分。王德贵脸上笑容一僵，没敢再吭声。跟了皇上这么久，他是一点没摸清脾气，前脚还想人呢，后脚又不见。霍野隔着龙袍摸摸自己的肚子，只觉得连发脾气的力气都没了。这会儿他眼前的不是奏折，全是一颗接一颗白嫩饱满的汤圆。酒糟浓厚，汤圆鲜甜，一碗下去口感醇厚。该死，今晚就降了庄常在的位分。皇上，于嫔娘娘来了。霍野这会儿脸色不好，王德贵上前禀报时都有些胆战心惊。让他滚！王德贵吞着口水，胆怯怯又开口：于嫔娘娘称庄常在身子不适，今日他是替庄常在来送东西的。霍野耳朵一立，当即割下朱笔，却依旧是一副不动如常的冰冷神色吗？叫他进来。王德贵立马露了笑，得嘞。转身的同时，王德贵在心里默默记下，庄常在如今是头一份恩宠，提一提他的名字就格外好用。于嫔娘娘，皇上传您进去呢。于嫔脸上一喜，随即招呼着翠英提着石匣进了养心殿。皇上，嫔妾今日熬煮了汤圆，想着您政务繁忙，立即便送来了。霍野目光只恍惚一瞬，便极力避开那枚石匣。皇上请用。小巧的碗递到霍野手里，他眼下一阵失落。一碗多数是汤，汤圆只有4颗，还不如眼珠子大。庄常在是舍不得用料吗？昨日的汤圆分明还有半个拳头大呢。一颗汤圆进嘴，霍野紧蹙的眉头没有丝毫松缓。味不对，跟庄常在昨天送来的压根不一样。可哪怕不够美味，饿着肚子的霍野还是耐着性子，装出一副慢条斯理吃完了。上客，朕还有政务处理，于嫔就先回去吧。于嫔揣着2只激动颤抖的手，盯着霍野的眼神火热拉丝。皇上，不知昨日庄常在可让皇上舒心了。他入宫年头不长，臣妾这身本事，他学了不足万一。臣妾在宫中备了些惊喜，不知皇上。霍野听着指尖在奏折上一个劲打转，原来庄常在的本事是跟于嫔学来的吗？那这碗汤圆也是故意吊人胃口了。好，回去等着吧。霍野语气虽不柔和，可依旧叫于嫔喜出望外。听皇上这意思，今晚要来他宫中临幸了。若不是要在宫中守礼，于嫔巴不得一路蹦跶回宫。小主，皇上去于嫔娘娘那儿了。小昭为我脸颊擦着药膏，气得小嘴都快撅上了天。他去他的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说话也有气无力。于嫔替我去给皇上送了吃的，晚上又得了湿气，保不齐要罗列出多少山珍海味。我这位新宠怕是昙花一现，明天就不见天日了。有心思嫉妒于嫔，不如想想以后该怎么过。小昭，之前叫你买的铁锅买回来了吗？我饿了。我的好小主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吃？小昭一听我还惦记那口大铁锅呢，急得团团转。这要是让于嫔娘娘得了宠，她的尾巴又要翘到小主脸上了。我托腮淡淡的看着她，说完了，那就快把铁锅搬过来吧。小昭两眼一黑，她家小主怎么油盐不进？我却仰头向天叹了口气。现在自己被禁足，还能咋办？难道一哭二闹去求霍爷？只怕眼泪鼻涕还没擦干净，白绫就绕上脖子了。索性也出不去，还不如先填饱肚子。说着，我又从盘子中捏了块糕点，塞到嘴里，腮帮子鼓得像偷食的松鼠。小昭还是苦着一张脸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只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。那我不吃饱，饿瘦了憔悴了，于嫔岂不是嘴都笑裂了？皇上一看身边多了个黄脸婆，一个不高兴把我打入冷宫，咱俩后半辈子就完了。嘴上这么说，我心里却不这么想。我才不想得到皇帝的宠幸呢。上辈子看剧，后宫多少女子是因为争宠死的，我就是个混日子的。宫斗，不，这不适合我。最好皇帝能彻底忘掉我这个人，让我待在这个小宫殿，每天和小昭去小厨房做点吃的，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小昭目光闪烁，被我劝动，总算肯带着我去看心心念念的铁锅。一入小厨房，我简直如鱼得水。我看着小昭买回来的铁锅，那是相当满意。小昭，你去抱只肥鹅来，我今天就先做个铁锅炖大鹅。小昭听后麻利地跑出去，不一会儿就抱回了一只圆滚滚的鹅。我接过鹅，手法熟练的像是做了好几年的厨娘。
娘娘，您这手艺要是在宫外，绝对能开个金子饭庄。小昭两眼冒星，都插不上下手，在一边连声钦佩。我很受用，手下动作飞快。我没传书前就把自己养得很好，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胃口。铁锅在火上烧得通红，我倒进几勺香油，油花在锅里欢快地跳跃。我把切好的鹅块倒进锅里，用铲子翻炒着，鹅肉在锅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香气开始在厨房里弥漫。1刻钟后，我揭开锅盖，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我把炖好的鹅盛到一个大盆里，又撒上一把香菜末。开饭。自我穿越过来之后，没少带着小昭跟着我一起吃喝。小昭也早就习惯了我这段时间的改变，他盛了2碗白米饭过来，坐在厨房的小矮桌前和我一起吃饭。小昭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鹅肉，咬了一口。小主，这鹅肉好嫩啊！我也夹起一块鹅肉，轻轻咬了一口。这铁锅炖还真是解馋。小昭一口菜一口饭吃得津津有味，腮帮子鼓鼓的。娘娘，您做的这铁锅炖，要是让皇上尝到，肯定会喜欢的。想到这几天皇帝的心声，我默默又咬了一大口鹅肉，饭菜都吃不上热乎的，胃里成天空落落的。其实当个皇帝也没啥好的。主仆2人坐在矮桌前，一边吃一边聊着，简直好不自在。另一边，于平因着1碗汤圆，终于跟皇帝说上了话，完全顾不上搭理我，只盘算着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恩宠。翌日天才刚刚亮，于平就已经在翠英的伺候下梳洗完毕，二话不说，带着人兴冲冲地去了厨房。厨房的工人们见状，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跪地行礼。奴才见过于嫔娘娘。于嫔扬着下巴，连个眼神都没给他们，显然连话都不想和这些人说。翠英上前一步，朝厨房的工人们摆了摆手：“行了，你们都出去。”头顶主子的吩咐，工人们哪敢不听，立刻应声离开了厨房。厨房中只剩下于嫔和翠英2人。之前于嫔就来厨房做过吃的，对存放食材的地方大致清楚。她吩咐翠英弄了糯米面过来，洗净自己的双手，就打算开始做汤圆。翠英见状忙道：“娘娘，您金尊玉贵的，这点小事不如让奴婢来做吧。”不可。于嫔坚定地摇头，这是她的前途，交给别人她可不放心。想到昨日她给皇帝送汤圆时，皇帝的反应，于嫔嘴角高高翘起，心底异常得意。皇上喜欢吃本宫做的汤圆，本宫当然要亲手做，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本宫的心意。娘娘说的极是。翠英在旁边笑着奉承：“奴婢的手艺怎么能比得上娘娘？倒是奴婢愚笨了。”于嫔心情正好，没有和翠英计较这些，只专注做汤圆。翠英在旁边打下手，还不忘称赞：“娘娘的手艺真是巧夺天工，连做汤圆都如此精致。”于嫔心情舒畅，手下动作愈发轻快。1刻钟后，1碗汤圆成功出锅。她端着煮好的汤圆回房中，又好好打理了一番自己，这才跟着翠英一起朝着养心殿走去。王德贵得知于嫔的来意，进屋和霍野通报。霍野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，神情冷峻又淡漠。他刚下朝，连饭都没吃。于嫔来的正是时候。选。于嫔在门外得到通传，理了下鬓发，从翠英手中接过汤圆，一脸娇媚地扭着腰肢走进门内。皇上，嫔妾熬煮了汤圆，换了个馅料，想着您刚下朝还未用膳，便立即送来了。霍野淡淡点头，向着王德贵扬了扬下巴。王德贵挨个用银针试过之后，才端到霍野面前。皇上，请用。霍野接过小碗，这次汤圆看着比上次倒是大点。他舀起一颗汤圆放入口中，馅料太甜，皮还有点厚，怎么回事？一天比一天敷衍，哪怕不喜欢，但是饿了一早朝。霍野还是把碗中的几颗汤圆吃了下去。尚可。依旧是毫无波澜的2字点评，却让于嫔心中更加确定，皇上就是喜欢吃汤圆，还是他亲手做的，不然怎么没见皇上提装称赞？皇上喜欢就好。于嫔眼中闪过一丝欣喜，嘴角的弧度更深了几分。原来想得到皇上的喜欢竟然这么简单，看来他要努力，多做点菜给皇上吃。回宫之后，于嫔信心满满，中午又做了几道膳食给皇帝送去，味道一般，但胜在是热菜，这一筷子是热菜，那一筷子也是热菜。霍野频频伸筷，吃得优雅缓慢，这才像话。他都皇上了，九五之尊，只有牢饭才是凉的。于嫔柔柔一笑：“皇上，您若是喜欢，晚上嫔妾可以亲自为您准备膳食。”霍野垂下眼，难道是因为他一直没招于嫔的缘故，所以于嫔才故意吊着他，不使出真本领的吗？想到那日我做的汤圆，霍野倒想尝尝能教我的于嫔究竟有多好的手艺。霍野放下筷子，用太监递来的金帕擦了手：“今晚你来养心殿。”于嫔听到这话，心中狂喜，面上却依旧保持着矜持，轻声应道：“是，皇上。”很快夜幕降临，于嫔站在铜镜前仔细梳妆，要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霍野看。娘娘，您真美，皇上一定会喜欢的。翠英在一旁不停地夸赞，于嫔微微一笑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得意。翠英，去把那盘糖醋排骨端过来。于嫔吩咐道。翠英立刻应声端来了一盘色泽红亮的糖醋排骨。等一切都准备好之后，内务府的太监也来了，宣于嫔侍寝。
于平从翠英手中接过斗篷，将若隐若现的肌肤笼罩在斗篷里，然后提着石匣，跟着太监朝着养心殿走去。一路上，于平的心情越来越好，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，仿佛已经预见到了今晚的成功。养心殿内龙涎香袅袅，于平提着石匣跨过门槛时，特意将斗篷脱去，又将薄纱外衫往下拽了半寸。他今日特意熏了西域进贡的合欢香，甜腻气息混着糖醋排骨的酱香，熏得王德贵都忍不住皱眉。皇上，于平拖着长长的尾音，摇曳着身姿扭到霍爷面前。嫔妾亲手做了糖醋排骨，您尝尝。瓷盘推至案前时，于平袅娜的身姿一个没注意，汤汁溅在奏折上，将上面的几个字染成酱色。霍爷急不可察的蹙眉，盯着那盘泛着油光的排骨，将奏折放下。他往后仰了仰，靠在红木椅上。于平这是掉进臭水沟，又用香料洗了10遍澡吗？臭到他脑袋了。但霍爷的眼神微微一瞥，冷冷落在那碗糖醋排骨上，比装常在还好的手艺，到底是什么样？看在美食的份上，霍爷忍了又忍，拿起筷子夹了个排骨，一口咬下，糖浆裹着腥气的肉块在口中爆开。霍爷喉结艰难地滚动2下，味蕾被轰炸，眼睛都跟着有些发直了。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吗？第一次见到比御膳房的冷饭还难吃的东西。这个女人是刺客吗？苍天，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受这个苦？于平对此却浑然不觉，指尖已攀上霍爷的玉带。皇上政务劳累，不如臣妾为您揉揉肩。他故意轻身，肩头衣服滑落，桃红肚兜从松垮的衣领里露出半截。啪！象牙柱拍在岸上，不轻不重，却清脆无比。霍爷缓缓站起，月色烛光交织，将他本就高大的身形衬得更加威严霸气。于平猝不及防看进他那双冷气十足的双眼，吓得一哆嗦。王德贵，霍爷也不看他，甩袖背身，把这脏东西连人带盘的扔出去。于平大惊失色，不明白皇帝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。皇上恕罪，嫔妾不知道何处惹怒了皇上。他几步爬到霍爷身边，伸手想去拽霍爷的衣服。霍爷意料100，但莫后退一步，额角已有些青筋显露。不出去是想死在这。于平扑了个空，又听见最后通牒，愣在那里，兀自面色发白，抖如筛糠。霍爷没有半分怜惜。王德贵耳朵聋了。王德贵战战兢兢，连连应是，赶忙叫来了人。于平被2个粗使嬷嬷给架着拖出的养心殿，他发髻散乱，裙上沾满酱汁，绣鞋甚至不知何时掉了一只。有职业的太监举着灯笼从旁边路过，那不算明亮的火光却将他的狼狈照得无所遁形。这动静太大，更何况是在一举一动皆有人盯着的宫中。第2天，关于于嫔侍寝的各种消息就传开了。听说了吗？玉嫔娘娘的排骨把皇上恶心吐了。何止啊！据说她脱衣上勾引，被皇上狠狠赶出去了。皇上许久不曾宠幸后宫，偏袒以为自己是个例外，惨喽！西侧殿内，我就着炭火烤红薯，小昭在旁边眉飞色舞的学舌，心情是溢于言表的喜悦。小主，我还听说于嫔被拖回宫里的时候，身上的薄纱外衫都被勾破了不少，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我在心中为于嫔点蜡。你说说，招惹谁不好，去招惹那个阴晴不定的皇上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？我不懂，我一味的烤红薯。这些话你在我面前说说也就行了，可千万别叫外人听了去。小昭笑嘻嘻的应了声。小主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而另一边，慧也完全没有主仆2人那样的好心情，他饿得胃部绞痛，岸上却堆着凉透的素膳，黏黄的菜叶泡在浑浊的汤里，豆腐泛着诡异的灰白色。他是皇帝，为什么只能吃这些东西？御膳房那些人每天领的银子都领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是不是有人在贪墨国库，贪得连给他做顿热乎饭都不行？霍也揉了揉额角，忍耐着夹了青菜吃下，寡淡的味道让手中的银胶几乎要拿不稳。他的脑子里逐渐浮现那碗我捧着的汤圆。这么几天过去，庄常在身体应该已经好了吧？他是不是可以再招庄常再一次？于嫔因为养心殿的事，心情烦闷，在景华宫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翠英生怕于嫔气出个好歹来，哄着劝着，才让于嫔同意去御花园散心。只可惜没走几步就遇到了丽妃。丽妃斜睨着被翠英搀扶的于嫔，故意扬声道：“哼，这不是锦华宫的于嫔妹妹吗？听闻昨儿各在养心殿外站都站不直，今天都有力气出来溜达了呀。”于嫔不甘示弱：“丽妃姐姐消息是灵通啊，成天蹲在宫门口听风声，小心被哪一阵风吹歪了脸。真这么闲得慌，不如多抄几卷佛经孝敬太后，也省得整日盯着旁人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姐姐是嫉妒我的恩宠呢。”丽妃与嘉贵妃斗了10年，最恨旁人提恩宠2字。当年嘉贵妃一句丽妃姐姐的容貌，倒是省了皇上赐脂粉，让她沦为6宫笑柄。如今于嫔这贱婢也敢踩她痛脚。丽妃手中团扇一收，眼底顿时浮起阴霾。妹妹这张嘴比糖醋排骨还呛人，恐怕不是菜把皇上熏着了，是你把皇上熏着了吧？姐姐慎言，
于平指甲狠狠掐入掌心，面上笑得愈发娇媚，只声音中带着一丝冷意。妹妹再不济，总比姐姐好点儿，连皇上的面都见不上几回。内务府送去的绿头牌都积了灰，妹妹这儿还有些上好的鸡毛掸子，不如借姐姐扫扫。丽妃的脸色也变得难看。用不着，本宫虽不受宠，也比某些自以为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跳脚麻雀要好。于平的脸色终究是没能稳住，她嗓音陡然尖利：“我是一片心意，姐姐总这样曲解人，难怪不讨喜。”丽妃见她不客气，立即怼回去：“心意若是真心意，昨夜就不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。于嫔妹妹，你这是在给皇上添乱，还是在给自己找麻烦？”于嫔被丽妃的话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，但昨夜的事确实是她丢了脸，很难反驳出个花来。她不愿在这里受辱，咬了咬牙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丽妃的声音叫住：“于嫔妹妹，别急着走啊！本宫还想问问，你昨夜被皇上赶出来的时候，鞋子都丢了一只，这是不是真的？”姐姐这么好奇，那就自己去养心殿门口捡啊。于嫔冷哼一声：“你真是好一张利嘴，本宫倒要看看，等嘉贵妃护不住你时，你还能猖狂到几时？”丽妃气得指尖发颤：“那便不劳姐姐费心了。”于嫔扶了扶鬓角，从丽妃身旁掠过，两人不欢而散。于嫔带着翠英重新回到锦华宫，心里淤堵，砸了半屋子瓷器，活生生气饱了。与此同时，西侧殿，我蹲在灶台前，指尖捻了捻面袋底最后那撮灰扑扑的面粉，有些欲哭无泪，不受宠忍了，被打骂忍了，没饭吃忍不了了。小昭抱着空缸凄凄哀哀凑过来，满脸愁苦：“小主，你缸也空了。”小昭，天要亡我啊！我仰面朝天叹了口气，认命的薅起袖子，掀开墙角陶瓮，掏出半块用荷叶裹着的腌肉，还顺带薅了把小盆里养的几根青葱。先这么将就吧，不吃饱也没力气想办法嘛。看着面前辛苦拼凑出的几样食材，我一脸的苦大仇深，抄起锅来开始做饭。滚烫的肉饼出锅时，小昭被香得直咽口水：“好香啊，比奴婢之前在御膳房闻到的饭菜还香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想起霍野桌上那些御膳房端来的饭菜，那比起来能不香吗？可惜食材告罄，限制自己发挥了。吃饭，我叹了口气，把装饼的盘子放到桌上。这要是在以前，我高低的整个摆盘出来。现在，我瞥了眼漏风的窗棂，心里呵呵一笑，算了吧，没心情。主仆坐在矮桌边吃了起来，酥脆的饼皮在齿间碎裂，咸香油润的肉汁霎时溢满口腔。小昭被烫得连哈好几口气，但都舍不得吐掉嘴里的面饼。只不过一想到现在食材已经用完，小昭的脸就瞬间垮了下来。啊，真是可惜了，要是能越过于嫔娘娘，自己采买食材就好了。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尝到小主的手艺。小昭这话倒是提醒我了，灵光一闪，我心中有了个计划。谁说买不到了？小昭瞬间睁大眼睛，连手中的肉饼都顾不上吃了。小主难道有办法？我朝小昭眨了眨眼睛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宫中这么多人，谁说采买食材的事情一定要我们亲自出面？”小昭立刻领悟了我话中的意思。小主是想找人帮我们买。想到以后还能吃到我做的吃食，小昭立刻高兴起来。只不过才高兴不到1秒，他脸上又重新布上忧虑。可是谁会愿意帮咱们？后宫中的几位主子最喜欢欺负小主，连带着几宫的宫人对小主都没什么好脸色。我一眼就看明白了小昭心中顾虑，循循善诱。宫里哪个地方食材最丰富呀？小昭立刻醒悟。御膳房。御膳房负责皇帝的膳食，后宫妃子很难插手。可是他们一不沾亲带故，二不荣宠在身，拿什么贿赂人家？小昭苦恼不已，觉得完全不可能。小主，那御膳房油水多，咱们可穷的叮当响。庸俗。我轻轻一点小昭的脑门，狡黠一笑。谁说贿赂人只能用钱了？我咬了口肉饼，向小昭勾了勾手指。小昭狐疑着凑了过去，我立刻把自己心里的算计说给小昭听。小昭眼睛越听越亮，小昭心情激动，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我现在就去。我仰头看着骤然拔高的小昭，摆了摆手。你着什么急？人又不会跑了，先吃饭。可是没有，可是我打断小昭的话，将小昭重新拉着坐了下来，又塞了个肉饼到他手里。看看这金灿灿香喷喷的肉饼，你甘愿舍弃它吗？小昭舍不得。小昭选择坐下吃饼，我见状很是满意，跟着慢条斯理的也吃了口饼。真好吃，自己手艺真好。等两人吃饱之后，小昭收拾了一通，离开西侧殿，去御膳房附近徘徊。他悄悄观察着御膳房进出的宫人们，仔细地按照我的话筛选自己要攻略的对象。只不过不等小昭挑选好人，倒是有人先找上了他。一个皮肤白净、面容和善、有些胖的小太监走到小昭面前，例行问话：“你是哪个宫里的？叫什么？在这附近做什么？”小昭没有回话，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人。这身板，这条件，完全符合小主说的合适人选。只不过附近人来人往，
不是好说话的地方。小昭神秘兮兮地看了看左右，然后小声说道：“公公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德善奇怪地看着小昭，不知道小昭想做什么。有什么事不能在这里说？见德善不愿意跟他走，小昭低头又看了看德善的肚子，从怀中掏出一个油纸包。公公，奴婢来这里是有事想求公公帮忙，如果公公愿意，奴婢愿意把这美食送给公公。德善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，拜托，这里可是御膳房，这小宫女能拿出什么不得了的美食？简直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况且她是王德贵的小徒弟，平日最喜欢往御膳房跑，做些端菜去皇帝那里的活。什么美食没尝过？德善不以为意。你的美食再好吃，能好吃得过御膳房里的吗？小昭回答的肯定。当然，公公自个儿尝一口不就知道了。见他不像在说玩笑话，德善有些惊奇了。他狐疑的多看小昭几眼，顿时被勾起了好奇心。所幸他现在也没事，就跟着小昭往附近的隐蔽处去了。什么美食？打开，让本公公看看。这下小昭也不藏着掖着了，在德善期待的目光中打开了油纸包，黄澄澄的肉饼失了热气，黏巴巴浮在荷叶上。德善眼中的期待骤然消失，他从鼻子里哼出声：“就这。”小昭见德善不屑，忙道：“公公，你别小看这饼，这饼味道可好了。”想着都到这一步了，吃一口垫吧也不是不行。德善拿起了肉饼啃一口，正好打发了这小宫女，省得她缠着自己不放。虽然已经凉了，但是饼皮依旧酥脆可口，馅料肉香浓郁，在口中弥漫开来。德善愣了一下，紧接着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又咬了一口。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一口之后是又一口。小昭见德善吃得上头，瞅准时机，突然抽走剩下半块饼。哎呀，公公还是别吃了，这等粗食怎配入公公尊口？且慢！口中肉饼被夺走，德善立刻一把攥住他手腕，待对上小昭狡黠的笑颜，他才惊觉失态，忙用咳嗽掩饰。我这是怕糟蹋粮食。小昭知道这事成了一半，他就说自家小主的手艺天下第一，没有人能拒绝得了。从善如流的把饼还给德善，直到德善把一整个饼吃完，他才施施然开口：“怎么样，公公，我没说错吧？”俗话说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德善对待小昭的态度没有了一开始的不耐烦。说吧，你想要我帮你什么？小昭听后立刻道：“公公是这样的，奴婢叫小昭，是装常在身边的婢女，想请公公帮买些食材。”德善好奇：“你一个在主人身边伺候的宫女，要食材做什么？”公公，你有所不知。小昭说着脸垮了下来。我家小主平日被克扣的紧，在宫里那是夹着尾巴看人脸色，膳食都是自己做的。可如今被禁足多日，宫里一口米面都没有了。今天给公公的肉饼，已经是最后的吃食了。小昭语气哀哀切切，袖子往脸上一抹，生生把眼皮搓得通红。前日小主煮粥，那米粒都得拿绣花针一颗颗捞，还有奴婢这衣裳。他拎起裙角抖了抖，上面沾有油污的地方破了个大洞。您瞧瞧，那耗子饿的都把奴婢这裙摆当烙饼啃了。他抽噎一声，掏出帕子擤了把震天响的鼻涕。公公明鉴啊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家小主怕是连耗子都养不起了。德善听了半天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宫中还有这么惨的娘娘呢，冲着这个肉饼，他是能帮点，但也不能帮得太大胆。好了，甭哭惨了，御膳房还剩下些葱和面条，你要不要？只有这些了吗？只有这些。德善回答的肯定，他不是御膳房的管事，能给这些东西已经不错了。小昭不相信，偌大的御膳房怎么可能只有这点东西？他有心想再多要点，可是德善一口咬定只有这些。小昭没有办法，愁眉苦脸的，最后还是把葱和面条拿走了。毕竟有总比没有强。从御膳房拿到食材之后，小昭不敢在外面多做耽搁，生怕节外生枝，丢了这唯一的口粮。于平带着翠英站在一棵树后，见到小昭这做贼般的样子，冷冷一笑。他不过才几天没盯着庄常在，这西侧殿的人又做什么妖？翠英，你去看看他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？翠英应下后立刻跟了上去。